王母闻言缓缓点头，笑道：长庚爱卿虽说的轻易，此间艰辛怕是难为旁人知晓。只是如此一来，西方岂可甘心？这次蟠桃宴，西方可会有什么算计？有，根据小神推算，稍后怕是要有一些西方教圣人弟子不请自来。不过此事小神已经谏言陛下，陛下也已经安排了应对之法。那便好。王母缓缓点头，言道：既然陛下早有准备，那吾也可放心了。王母在这件事上并未多问，随之又问了李长寿几个无关痛痒的问题，比如李长寿此时是否已经有道侣啦，或者是李长寿对此时的天规是否有什么意见呢，等等等等。李长寿斟酌回答，小心应对，自始而终没有出什么错漏，也不曾主动抬头多看王母哪怕半眼。一直到李长寿退出了王母殿，去往蟠桃宴会的会场指挥相关工作，李长寿看着那些莺莺燕燕成群结队的曼妙身影，心底不由自主的就给他们套上了一层钢铁躯壳。这新做的图后劲儿当真是太大了。10日不过一晃而过，李长寿3线多开，也是奔前走后，十分的忙碌。距离蟠桃宴还有半日，李长寿的一具指道人在东海龙宫现身，与东海龙王、东海龙宫大太子、2位龙女、10多位龙族长老将领一同朝着中天门而去。乘风遨游，李长寿与各位龙族大佬反复叮嘱着一些细节。龙族也知这一次上天是去称臣，东海龙王也换下了金袍。他们刚抵达中天门，西南北各有10数条苍龙穿过云雾，自洪荒大地飞驰而来，落在了中天门前，化作人形。李长寿看脸西海龙王以及西海龙王身后的那些面色有异的龙族长老将领，心底也是一笑。蟠桃宴的时间对龙族的邀请自然是瞒不过西方教，这些事儿稍作推算就能算得出来。但是李长寿这10多年一直在保持细节操作，先是晾着西海龙宫，不断地放出一波又一波的真假消息，直到昨日才让东海龙王写了一封亲笔信给西海龙王，令他挑选最能信得过之人，今日此时来此地会合。西海队伍里面2、5载肯定不少，若他们在蟠桃宴闹事，李长寿刚好可以启用备用计划。蟠桃宴收龙已算是阳谋明牌，无论西海龙宫实际上是不是被西方教控制，但是名义上必须要归顺于天庭，这便是大事。各位，李长寿右手一伸，请。四海龙王驾云飞在最前，李长寿在旁跟随，各龙族将领、龙子、长老在后齐齐跟随，大半都有些憧憬与期待，小半总觉得像是龙肠胃不畅一般。中天门处，6万天庭精兵枕戈以待，9位天庭金仙境将领进京而立。与此同时，南海海神教大庙，李长寿喊醒了前几日醉酒的赵公明，一旁等候多时的敖乙连忙向前行礼。李长寿笑道：天庭蟠桃宴已经快开了，我的化身就在中天门等候，老哥你与敖乙一同上天，我们去中天门相见。行。赵公明打了个哈欠又问：我要不要给月老带点礼物啊？李长寿自袖中取出一坛仙酒，笑道：已经是备下了，这是月老最喜欢的果酒，不是什么贵重之物，刚好算是一份情谊。好嘞。赵公明顿时抚须大笑，提着敖乙驾云而去。南赡部洲西北角那艘小舟上，龙吉擦了擦额头的香汗，站起身来，看着面前画好的水纹图，方才知晓这12年海神到底做了多少事，换作是他恐怕100年也难完工。好了，
李长寿笑了笑，拿出了袖中2只宝囊，交给龙吉。我的另一具化身在中天门等候，将这些水纹图带过去，与我会合吧。周遭3位龙族远古长老现出身形，龙吉忙问：海神，您不跟我一同回去吗？李长寿点点头。化身见化身，还都是一样的白发白胡子老脸，我自己倒是不觉得有什么，就是怕守在那儿的天庭兵将受刺激。龙吉不由得轻笑几声，将装有李长寿辛苦画了12年的水纹图宝囊抱在怀中，驾云赶往中天门。而这只木舟法宝也被李长寿顺势给黑了下来。李长寿的这具指道人站在木舟上，听着下方大川激流涌动之声，感受着天地间充沛的水灵，心底倒是没什么感觉。大幕拉开，始无回头。这天地，李长寿不由得停下感慨，坐在小琼峰湖边草屋中的本体，扭头看向了隔壁。要醒了，这还真是会挑时候啊。敖乙这个混蛋，今天来了蟠桃宴，看我不……凌霄宝殿前，一身鲜亮银甲的天河水军副统领卞庄正在那暗自磨牙。12次，足足12次！这一年我在东南北3海龙宫打秋风，被灌醉了12次。每次醒来，我都是躺在一张大床上，映入眼帘的是一些完全难以形容的奇特生灵。最初还好一些，只是一些浓妆艳抹的海族老妪。到后面，安排这般恶作的敖乙似乎打开了思路，搜罗来了各种各样的。谁见过顶着8爪鱼脑袋，身段却十分妖娆的海族女子啊？谁又曾见过那背影无比曼妙，扭头却是满脸胡茬的糙汉子啊？卞庄哆嗦了几下，画面当真是不堪回首，随后又是在心底咬牙怒骂。但是咬牙归咬牙，今日他站在此地，得到的命令就是作为龙宫熟人，招待好龙族一行。出手是不可能出手的，也只能摆出笑脸相迎的样子，希望能得到海神大人的称赞了。这个敖乙怎么诚心跟我作对？卞庄的心底嘀咕了几句。中天门处突然传来了震天的鼓声，几朵白云镀着金光，载着龙族一行飞驰而来。前方天兵开路，周遭天将环簇。凌霄宝殿此刻也闪烁出璀璨的金光，一股股斐然的天道之力加持其上，让这座宝殿越发的巍峨。卞庄与身旁15位天将同时昂首挺胸，待龙族高手临近，又朝着左右散开，按海神大人此前的叮嘱，齐齐露出了温和的微笑。凌霄宝殿内，玉帝在高台上正襟危坐，嘴角带着淡淡的笑意。东木宫携数十位文臣武将分列左右，这些臣子也都是天庭如今的正神，差不多已经是如今天庭能够拿得出手的全部高手了，大半为上古人族出身，其中有10余人还是追随过3皇5帝的大将能臣。待龙族一行抵达殿前，东木宫带玉帝外出相迎。玉帝走下半束玉阶，自身散发着浓烈的天威。4海龙王对视一眼，相携入内，走到凌霄宝殿正中，齐齐做了一个道揖。东海龙王向前迈出一步，身上的锦袍散发着淡淡光亮，快垂到地面的宽袖微微摆动。几乎同时，东海龙王也好，玉帝也罢，一侧的东木宫与各位天庭仙神心底都或多或少地响起了兽的嗓音。除却西海龙宫来龙之外，在此地的这些身影，哪个没被李长寿叮嘱过3次以上？此时李长寿虽然还未现身，但他无处不在。东海龙王拿出一封金色请柬，浑厚低沉的嗓音不急不缓，就听这位东海龙王道：吾龙族应天庭之邀，特来赴蟠桃盛会，今奏请天帝谢天地关怀，
吾族担子混沌出辟，曾与凤、麒麟等族不顾万灵生死，背负破碎洪荒之业障，幸得天地不弃，幸得海神相扶，令吾族现挣脱业障枷锁之机缘。吾族上下感念天恩，今日特来相谢天地陛下。言罢，那金色的请柬化作一缕金光，归于凌霄宝殿。玉帝轻轻颔首，叹道：龙族自远古而来，与吾也略有渊源。此前虽有破碎洪荒之过错，但镇守四海海眼，护天地生灵久矣，自有一份功劳在。今日并无天地大事，只是请4位龙王前来天庭一叙。瑶池可准备好了？东木公道：陛下，瑶池那边已是准备妥当。那就先不等长庚爱卿了。各位爱卿，陪吾与各位龙族英杰同去瑶池入宴。天庭众仙神齐齐行礼谢恩，动作整齐划一。这般情形，包括双方刚刚的对话，其实都是经自某位普通权臣之手。尤其是玉帝所说的话语，若是玉帝一句免了龙族业障，那说不定天道真的会免去龙族业障，那可当真就是要前功尽弃了。当下玉帝迈步而来，亲自邀东海龙王一同去往殿外，一同上了玉帝的9龙神辇，带着天庭众仙神、近百龙族以及数万天兵天将，朝着瑶池浩浩荡荡而去。神辇之上，东海龙王坐在玉帝斜对面，此刻正传声道：玉帝陛下请放心，小龙知如何行事，海神都已交代妥当。玉帝含笑道：龙王也是自远古而来，人前人后都不必用这般自称。谢陛下。东海龙王起身做了个道揖，又在玉帝的招呼下坐了回去。这般情形落在后方那些龙族弟子眼中，让此地的龙子龙女心底像是打翻了调料罐，滋味十分复杂。这还是那位喜欢躺在宝座上享受海女轻柔捶捏的龙族当代族长吗？他们龙族今日当真是要……哪怕谁都知晓，此时龙族效忠天庭，百利而无一害，但是事到临头，心底依然不免有些抗拒。玉帝的车辇行到瑶池附近，瑶池之中飞出了一排排女仙，半数持着花篮宫灯分列左右，半数于云端奏乐起舞，长袖挥洒，宛若云烟升腾。龙王，请。陛下折煞无也，陛下请。玉帝含笑点头，迈步下了车辇。东海龙王已是十分自然地跟在了玉帝的身后。龙王那原本伟岸的身躯此时也有些佝偻。百仙百龙从后跟随，一同入了瑶池之内。王母娘娘带着数名瑶池女仙，就在举办蟠桃宴的仙岛上空静立，自是风姿冠绝，仪态万千。玉帝向前而来，王母略微欠身行礼，玉帝也略微做了一个道揖，笑道：师妹，这位就是东海龙王，也是如今龙族之长。东海龙王低头向前做了一个道揖：见过王母娘娘。龙族之长不必多礼。王母温声回道，随后就不再多言，伴在玉帝身侧去了下方宝座。这会场自是李长寿微微调整过的，原本四海龙王的座位排在东木公与李长寿的座位之后，此时被李长寿搞成了两边，让龙族来人集中在右侧。双方各自入座，一排排仙子款款而来，奉上美酒鲜果，又有10余位月宫嫦娥向前献舞，氛围很快就被带了起来。玉帝笑问：师妹，那蟠桃何时能用？陛下，蟠桃还需数个时辰才能熟，我已命人在蟠桃园中等着，待蟠桃熟了便摘下来，如此才是最佳。善。玉帝含笑点头，这是在变相地告诉众龙龙稍安勿躁。
正此时，一位天将快步来报：陛下，峨眉山罗浮洞高人赵公明已入天门，朝瑶池而来。好，玉帝笑道：公明与长庚爱卿为知己至交，在长庚爱卿座位旁加个座位，穆公带我去迎接一番，莫要怠慢了。老臣遵命。独木公领命转身，刚要驾云飞去，前方已经是传来了一阵大笑。赵公明驾云带着敖乙飞驰而来，不过转瞬就到了此地，对着各处拱手行礼，随后就走向前，对着玉帝王母做了个道揖。见过两位师叔。玉帝眼角含笑，也并未多说什么，只是示意赵公明自行入座。但赵公明那师叔二字却让不少龙族变了眼神。此前大部分龙族都有一些即将寄居人下的悲凉感，此时赵公明前来一声师叔，倒是提醒了他们。玉帝王母与六圣还是同辈，与三清还算是同门，但从辈姓来说，他们投靠天庭其实也不算是丢面皮。一颗颗龙心顿时微妙起来。敖乙在天庭的神位略低，不够资格来蟠桃宴上，此时就去了龙族一侧入座。歌舞迟迟，天庭仙神已经开始推杯换盏，龙族众龙也在三三两两的交谈。玉帝欣赏着嫦娥之舞，怡然自得，似乎今日没有什么要事。而李长寿的座位一直空着，不见他的踪影。旁边的赵公明倒是颇感不适，故隐藏起自己的气息道韵，让自己尽量减少一点存在感，并时不时地朝着身着大红喜袍的月老看上一眼。这位月老老铁的心底也是一阵嘀咕，这位截教外门大弟子为何总是看我？难不成是来质问这10多年截教姻缘突然暴增之事？这个可跟我没什么关系。截教那么多后天生灵修成的金仙，都是自己伸出红绳自己缠绕的道理。就算给我月老100个海参的胆子，我月老也不敢胡乱对截教下手啊。不过话说回来，截教以其人数的绝对优势，以及成就姻缘的金仙境数量，道律之风已稳稳压过了人教。